源氏物语讲述了绝世美男子光源氏与其众多情人之间的爱情故事。整部小说中呢，光源氏的情人并不一定是出尘的美女，也不一定是高贵的女性，甚至都不一定是女性。今天作为系列的第二期，我将介绍的正是空蝉和她的故事。空蝉和藤壶一样，也不是最有名的源氏物语角色，毕竟她的故事篇幅并不多，而且空蝉本人也是源氏物语的三大不美人之首。但是她的故事确实是随着年龄的增大而越发的有所感触。空蝉的故事呢，主要是出现在源氏物语的第2帖、第3帖和第16帖，开始于一个梅雨季节的日子。那时17岁的光源氏呢，正在宫中的房间中休息，他的朋友头中将前来拜访。这位头中将是左大臣的儿子，是源氏物语的主要女主角之一葵之上的兄长。由于光源氏的母亲呢地位并不高，藤壶帝担心他在宫中没有后台给他撑腰，所以就向左大臣提议让其女儿嫁给了光源氏。因此呢，光源氏在成人礼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左大臣家的女婿。不过葵之上作为全门闺秀，一直都是受到家里的重视，即使是对于身为皇子的光源氏而言呀，也是高岭之花。光源氏并不能适应葵之上的高傲性格，也不喜欢左大臣家呢把他当成地位重要的女婿来对待。而这位左大臣家的头中将也是一位不输给光源氏的花花公子，而且他娶了右大臣家的女儿，两个人臭味相投，又因为相似的处境，所以关系相当的好。这次头中将来找光源氏，就是说他收到了一个女孩子的来信，读完之后感觉平平无奇，应该还有更好的女生选择吧。那闻着这个话题的气味，左马头和藤原不成两个人也来了，几个年轻人就开始了给女生分类打分这种相当政治不正确的活动。不过这是源氏物语中的一个名场面，称为雨夜品地。所谓品就是指身份地位。他们的这段对话总结起来呢，就是他们发现上层阶级的女生们周围也都是优秀的女性，所以每个人都差不多的看着优秀，而下层阶级的女性跟咱也无缘，连听都没听过他们的情况。果然还是中层阶级出身的女生最好，性格又好，又能看出个性。中层贵族中的富裕家庭出身的女生是最好的目标，如果是有神秘感的女子，那就更好了。此时之后又过了几天，梅雨过去了，作为礼仪呢，光源氏就要去正妻葵之上的左大臣府走动一下。当时日本的上流社会还是实行的走婚制，原则上呀，结婚之后女性也会继续住在娘家里，丈夫要作为女婿去拜访。虽然久违的来到了左大臣家，但是此时的光源氏见到葵之上时，心里想的是，虽然还是美人吧，但是相处起来还是拘束呀。下午侍女前来给光源氏传话，说今天我们这里有些不方便，不能留女婿大人你了，还请赶紧找个其他的地方过夜吧。这并不是什么牛头人的故事，如我在平安贵族生活方式的视频中所介绍的，这是阴阳道占卜结果不好的意思，光源氏也只能离开了。侍女为他介绍了附近的记忆手的府邸，其实也是先前就帮他占卜好了。记忆手呢，面对拿着左大臣推荐的皇子光源氏，也没有办法说出拒绝的话。但是今天他家里确实是不太方便的，因为今天他家来了很多女性客人，担心留给光源氏的活动空间太小而被认为失礼。光源氏表示，你这话说的，这不是更好吗？于是光源氏就在记忆手这个富裕的中层贵族家里过夜了。作为皇子呢，记忆手还是慎重地招待了光源氏，与之喝了不少的酒。席间，光源氏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位12、13岁的少年身上，问起他的来历。记忆手就告诉他，这是已故门卫都大人的孩子，他的姐姐空蝉嫁给了自己的父亲，所以他也在记忆府邸中生活。空蝉本来也是出身体面，但是因为空蝉的父亲去世，家道衰落，现在他也成为了地位比自己低，而且年龄比自己大很多的伊予界的后期。当晚呢，因为酒精的影响，光源氏难以入睡。半夜他听到了隔壁传来人声，正是空蝉姐弟在聊天。弟弟告诉空蝉，光源氏真是个不得了的美男子，第一次见面就把他震惊到了。空蝉则说，若是他白天来的话，我也要去偷看一下。然后两个人就谈起了不知道空蝉的丈夫去了哪里。当时他们用中将军指代空蝉的丈夫伊予介。那光源氏听到这里，直接闪现了上去，表示不才在下的官职正是禁卫中将，听到有人在叫我，难道是神明将我的暗恋之情传达过来了吗？然后光源氏就开始了他的技能连招，什么虽然你可能是第一次见我，但是我已经暗恋你多年了，神明告诉我我们之间有命运的丝线啊之类的。空蝉直接被光源氏的这一波操作给整懵了，
然后光源氏直接把空蝉抱出了寝室，这下的空蝉已经发不出声音来，以下略。虽然说呢，平安时代是对两性关系相当宽松的时代，业这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被接受的，但那都是婚前的行为，这种强行带走有夫之妇，而且违背妇女意愿，即使是放在当时也是伦理无法接受的。事后呢，空蝉不住的哭泣，他感到自己很可悲，他对光源氏说，即使我身份卑微，但是你用如此轻蔑的态度对待我，我如何相信你口中的深刻思念？即使是我们这种身份的人，也是有身份对应的生活方式的。光源氏虽然尝试说些好话来安抚空蝉，但是最终没能打动他的心。离开记忆府之后的光源氏，脑海里充满了空蝉的身影。他第一次被直接冷淡的对待，一种与人也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的心理。那为了再次见到空蝉，光源氏决定利用他的弟弟。光源氏就直接找上了记忆手，跟他说觉得空蝉的弟弟很有潜力，想把他留在自己的身边。光源氏会亲自去找铜壶地，帮他要个宫中的一官半职。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记忆手，感觉光源氏就是为了报留宿之恩，只是这份回礼确实够大的，这可是大机缘，便欣然应允。于是过了几天之后，空蝉的弟弟便被记忆手带来了光源氏的家中。光源氏为他起名小军。小军从第一次见面起就对光源氏抱有好感，还是天真无邪年纪的小军，之后就被光源氏的画饼技巧迷得晕头转向，完全被光源氏收服了。刚开始，光源氏也直接告诉他自己和空蝉的关系不一般，要求小军帮他送信给空蝉。后来小军直接帮忙撮合，不过空蝉一直都是明确拒绝。于是光源氏又利用小军再次来到了空蝉家，空蝉还是坚决拒绝见面。到了晚上呀，光源氏想要让小军带他去空蝉的房间，然而当晚空蝉安排了很多侍女同睡，毫无破绽。小军因为无法让光源氏得偿所愿而有些失落，光源氏便安慰他说，没关系的，这也是没有办法，但是至少你不会拒绝我的，对吧？然后可能是考虑到当时的文化，怕大家不能明确的领会意思，源氏物语花了一段文字描述接下来的事情，虽然没有直接描写，但还是相当的刺激。总之，小军变成了光源氏那里的空蝉的代替品。即使如此，光源氏还是无法抑制对空蝉的欲望，要求小军无论如何帮他创造和空蝉见面的机会。于是小军又找了个机会将光源氏带回家了。当时空蝉正在和记忆手的妹妹下围棋，光源氏在屋外观察，这里出现了两个人的外貌描写，其中一个是年轻而丰满，能够看出青春活力的可爱女孩，另一个则是瘦小，眼睛肿胀，鼻梁不通，显得老态龙钟。虽然年轻姑娘有些不够谦逊，但是另一个虽然容貌并不出众的女子，却稳重端庄，有着吸引人心的魅力。那天晚上，光源氏偷偷潜入空蝉的房间，轻轻靠近睡着的人身边，拉近他的身体，然后发现睡在这里的是记忆手的妹妹。空蝉早就逃跑了，那事到如今再说这是个误会也说不过去了。而且白天这个女孩看起来还挺可爱的，这样想着的光源氏便发动了他的夜这连招。其实我多次以这种方式来到这里，并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其实我就是为了你呀。当这位女孩知道对方是光源氏之后，也自我介绍了，名字叫宣端迪。她完全被光源氏的一顿输出冲昏了头脑，以下略。光源氏虽然并不讨厌这种玩弄女孩子感情的游戏，但是他对宣端迪的感觉是好像太过于轻浮了，还是想要先被拒绝的感觉。然后又想起了空蝉。之后空蝉的丈夫调职，空蝉也随夫赴任离开了帝都。但是指示部并没有让空蝉从源氏物语的舞台上消失。数年之后呢，空蝉和光源氏在滋贺县的冯坂关偶遇，这已经是那一夜过后10几年了。两人在此以空蝉为题交换了和歌，光源氏在和歌中依然表达爱慕，空蝉则表达怨恨，双方并没有约定再见。几年之后，空蝉的丈夫去世，记忆手倒反天罡，开始对空蝉有了企图。空蝉对此感到非常烦恼，于是挑了个时间，自己偷偷的出家为尼了。后来他的尼姑生活得到了光源氏的资助，以此度过了余生。明治时代的大诗人羽谢野金子为源氏物语第16帖关谷做了诗序，冯坂啊，关所的清水亦是恋人热泪流淌之处。空蝉虽然坚决拒绝了光源氏的求爱，但并非是厌恶光源氏。源氏物语中详细描绘了对光源氏产生好感的空蝉的内心挣扎。她也想过，如果自己更高贵一些，更美丽一些，如果没有丈夫的话。但是与此同时，她也绝不原谅自己只是光源氏一时的情人并被抛弃的事实。即使有一次光源氏再次到来时，
他已经只剩一件衣服了，依然只是留下了衣服，自己成功逃走了，就像蝉蜕壳一样，因此称为空蝉。空蝉她身份并不高贵，也不美丽，是源氏物语的3大不美人之首，对自己的丈夫也没有多深的感情，并且还是有话直说的性格。如果不是这些设定的话，包括后来对光源氏产生好感，这个故事的深度会立刻被削弱。如果说空蝉的丈夫地位更高，或者空蝉本身是位美人，或者空蝉夫妻恩爱，或者空蝉性格软弱，这个故事就会立刻变得俗套，失去普遍的代入感。而源氏物语作为女流文学的巨著，借由空蝉的设定和故事之间的反差，只是不描写了一个平凡女子的自尊和爱情之间的挣扎，也是在用这种反差来描写精神霸凌和女性权利。看起来最不可能是受害者的空蝉，其实一直是上层贵族花花公子们的目标。看起来空蝉是最有可能反抗的性格，但最后也接受了事实。光源氏资助空蝉出家生活，因为一直惦记着这位仅有一夜之缘的女子，而被认为是温柔之人。这些能够引发共鸣的巨大反差，是只有生活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的指示部才能够创作出的精彩设定。都看到这儿了，别忘了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